大家好，我是 Waze， 今天来聊聊高氧治疗时的风险及相关的注意事项。风险的部分主要会提到3种，分别是耳膜挤压伤、肺部气胸以及氧气过敏。第一种，耳膜挤压伤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以下这些经验，例如坐车进隧道或是搭飞机起飞时，耳朵会出现闷住的感觉。这是因为外界压力改变，使得耳朵里的鼓膜被向内推挤所导致的。高压氧每次治疗的前10分钟左右，会频繁的出现这类的现象。接受治疗的人则必须在感到耳朵闷住的时候，适时的动动下巴或是吞口水，也可以试着做捏鼻擤鼻涕的动作。借由以上这些方式，能让受影响的耳膜回到正常的位置，借此改善或弄通这种耳闷感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排压动作。做得好的话，高压氧就是一种很安全的治疗；做不好的话，耳膜会持续受到向内的挤压，并造成疼痛，也就是所谓的耳膜挤压伤。一旦发生耳膜挤压伤，就必须要考虑终止高压氧治疗，提早出舱。一般耳膜挤压伤不会造成听力的损伤，如同感冒时中耳发炎，休息几天便可恢复正常。以经验来看，大约20人中会发生1人。第二个风险是肺部气胸，这个发生的几率非常罕见，几十年才有机会遇到1次。真的不幸发生的话，主要也是因为本身肺部品质在先天上有瑕疵。什么是品质有瑕疵？我们可以想象2个没吹过的气球，一个是新的，它可以吹得比较大，而且不容易破掉；一个是旧的，因为放久了造成裂化，稍微吹一下，气球就很容易破掉。这个就是品质有瑕疵，但外观看不出来。因此，在接受高压氧之前，会安排胸部 X 光片检查，确认肺部是否有明显的异常。但我们要了解， X 光片检查仍有它的极限。人体的肺有2片，可以想象它们就像2栋大楼。X 光片只能看这2栋大楼是否有照标准来盖，但看不出来这2栋大楼是否会漏水或有没有水电。要等下雨或住进去了，才知道大楼品质如何。因此，肺部的品质如何，还是要实际接受高压氧治疗时才能知道。基本上，正常人的肺部都是可以适应这种压力的变化，但如果有自发性气胸或肺异常难泡病史的人，就不建议接受高压氧治疗。第3个风险是氧气过敏。非常少数的人在接受高压氧治疗时，可能会出现氧气过敏的情形。最常见的是嘴巴周围会抽跳，其他像是手脚麻、恶心、想吐、晕。若在治疗期间出现这些现象，要考虑是氧气过敏的初期表现。这时候要立刻告知治疗人员，因为氧气过敏是很好处理的问题，及时反应的话，治疗人员会将氧气切换回一般空气，休息一下，不舒服的情形就会获得改善，好了就可以再继续治疗。但如果没有早期告知的话，严重的氧气过敏可能会造成癫痫的发生，发生率大约是2%左右。另外要告知其他注意事项，高压氧治疗有点类似搭飞机。飞机起飞后，假如你想回家，你不可能在天空上直接把门打开，一定要耐心的等候飞机慢慢降落，停好了才能出来。高压氧舱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在舱内不论发生何种状况，治疗人员要让你从高压氧舱出来，必须要慢慢的泄压，大约要花5到10分钟。因此，在治疗时，若有任何不舒服，务必早点告知治疗人员。较常遇到的问题，可能是治疗时临时想上厕所，所以在高压氧治疗前，都会建议先上个洗手间。其他比较重要的注意事项包括血压不可以太高，不可以饿肚子进舱治疗，避免低血糖的问题发生，不可以携带未允许的东西，常见的如打火机、暖暖包、电子产品等，以避免起火的风险。着装也必须配合高压氧单位的要求，着医院的制式服装或是至少 60% 以上的棉质衣物，
不可以穿着会起静电的服装，例如排汗衫或毛衣，同样是为了避免静电所产生的火花。最后要说明的是，高凹氧基本上是相对安全的治疗，但它的治疗必须每天一次，一次约60至120分钟。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的治疗下，患者会有很长的时间仍处在高凹氧舱之内。而我们知道，有些事情的发生，事先是无法预料的。举例来说，今天我到电影院看电影，忽然发生脑中风或是心脏病发作，我不会说是电影院造成的，主要还是因为个人身体的突发状况所致。而高凹氧长时间的治疗，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巧合，基本上和高凹氧是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与高凹氧治疗有关的风险，如同前面所提到的耳膜挤压伤、肺部气胸、氧气过敏，这些才是和高凹氧治疗比较有关联的。以上是高凹氧风险及注意事项的说明，希望能让你更了解高凹氧。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。